美国媒体称，俄罗斯的武器在俄乌战争中暴露了软肋，俄罗斯成为中东主要武器供应国的希望渺茫，中国有可能会成为受益者。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近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发表了保罗·伊登的文章。伊登在文章中称，俄乌战争可能让俄罗斯成为中东和北非主要武器供应商的目标，成为泡影。俄罗斯军队曾经利用参与叙利亚战争的机会，让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崭露头角，并赢得了口碑。在战争中展示其先进武器，是俄罗斯推进武器出口的一个关键手段。但是在乌克兰战场上的情况似乎完全相反。今年1月，美国陆军的一位前司令本·雷奇斯中将承认，俄罗斯参与叙利亚战争给了莫斯科一个实弹训练机会。俄军似乎正在利用这个机会来改善2008年8月对格鲁吉亚的5天战争中所明显表现出的缺陷。有了叙利亚战争的经验，长期购买俄罗斯武器装备的阿尔及利亚看到苏34的表现后呢，想要购买。土耳其呢，则采购了利润丰富的远程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还对俄罗斯的苏35以及苏57战斗机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之后，埃及从莫斯科采购的军事装备比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的任何时候都多，包括一批米格29M2战斗机和 S-300VM 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伊拉克还从俄罗斯购买了 T-90主战坦克和攻击型武装直升机。近年来还考虑要购买俄罗斯的 S-400防空导弹武器系统。也门活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于2019年9月对沙特阿拉伯的石油设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普京就抓住这个机会，推动中东地区国家购买俄罗斯的防空系统。2017年，俄罗斯建议阿联酋可以在2021年度共同生产其所谓的第5代战斗机苏75。但是，经过乌克兰战争之后，俄罗斯再想出售武器装备，恐怕就会遇到很多问题了。首先，美国于2017年推出了通过制裁对抗美国对手的法案。该法案要求对任何购买俄罗斯高端军事装备的国家实施制裁。过去，美国并没有全面执行这项法案，但是在未来可能会更加残酷地落实。沙特阿拉伯在2017年就同意购买 S-400防空导弹，但他最终选择了美国的萨德系统。阿联酋在2020年与美国签署了采购50架 F-35隐身战斗机的合同，但是现在已经暂停了。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阿联酋将转向俄罗斯寻求新的替代方案，因为目前阿联酋已经跟法国签署了进口80架阵风战斗机的合同，甚至还计划购买中国的 L-15高级教练机。2018年，埃及订购了一支苏35机队，最后又选择了放弃。首先，俄罗斯制造的苏35缺乏有源相对雷达。此外，埃及发现其阵风战斗机所配备的电子对抗设备能够迅速压制苏35的雷达。现在，美国愿意向埃及出售 F-15战斗机，此举有可能会影响到埃及从俄罗斯进口苏35的计划。俄乌战争的负面作用是直接破坏了普京精心培养的现代化的和熟练的俄罗斯军队的形象。在西方的制裁下，俄罗斯在未来不仅会发现销售新武器系统要困难得多，而且还会发现对俄罗斯武器的现有装备国提供维护和备件具有挑战性。这将使俄罗斯的长期武器客户，包括阿尔及利亚、埃及以及其他的一些中东国家，都会重新考虑他们未来的选择。俄乌战争之后，俄罗斯的客户可能会选择欧洲的防务产品，也可能会选择中国生产的武器系统。
因为这场战争证明，像 S-400这类高大上的武器系统，可能远没有从中国采购无人机来的实在。就算西方将来无法有效地阻止俄罗斯出口石油和天然气，但是他们一定有办法破坏俄罗斯的武器出口交易。俄罗斯的军工部门现在的主要经济收入大多来自于出口，如果未来的出口渠道被截断，出口订单被大量削减，那么俄罗斯的常规作战力量很可能会因此进一步削弱。这个情景一旦发生，那么俄军未来在战场上就有可能吃大亏。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